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翻转芒果，我是 Mango。最近其实播客来了很多新朋友，我感觉可能快有1000多个吧。因为我最近其实更新频率比较低，所以我也很好奇是大家从哪里关注到我播客的。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发了一些我的播客的切片，所以增加了很多新的关注。我也很好奇，如果你是新听众的话，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是从哪里听到我的播客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跟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感知当下，在这个当下去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有关。这是一句还挺有名的话，我们如何度过今天，便如何度过每一天，便如何度过我们这一生。我最近对于行动力，对于怎么样去把脑海中的想法真正的落地，真正把它变成现实，是有很多体会的。所以我想趁着新春假期期间，可以跟大家多聊几期关于行动力的话题。那这样大家在年后如果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想要达到的目标，可以就参考一下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我的想法，或者是经验方法论也好。可能我发这一期播客的时候还没有放假，但是我自己呢是在放假的前一周就回到我的长沙老家了，所以我现在是在我的老家的房间的床上跟大家在录这一期播客。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录这一期播客的契机。其实我在回家之前，或者是我在刚到家的1-2天，我发现我跟以前会有个变化，我跟我早几年在家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不会把这一段时间当作是一个我自己完全跟之前活得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间。就是以前我平常可能我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一到过年或者是假期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一整个每天都瘫在沙发上看剧啊，然后刷视频啊什么的，就完全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反差的状态。我发现今年我也不是说给自己定了很多目标，比如说阅读的目标，或者是看电影的目标清单，说我就要读这几本书或者看这几部电影，而是说我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把过年这段时间当作是我普通的日子来对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天在家，我对于自己的生活好像是完全有掌控的，有觉知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录这一期播客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临时，但是又确实是我心里隐隐的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说 OK， 那我现在就是晚上9点钟我就把这一期播客录掉吧，然后可能我还想在假期期间尽量做到能够周更，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新输入的想法以及我自己的表达欲都挺旺盛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好像就会有很强的动力去把它做出来。这其实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改变。其实最近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大家听我播客或者是关注我的小红书公众号也会知道，我今年在1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工作坊，这其实是我今年事业上的第一个新尝试，就是我想要做一些线上的活动。然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挺神奇的，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了解到自己的新的一面。因为这个线上工作坊它是一个跟新年目标、新年愿景相关的。我当时产生这个想法到我
后面真正去落地这个想法，中间可能也就隔了那么1-2周的时间，因为可能我花了1周的时间去构思，然后1周的时间去执行，这个过程是挺短的，我也挺敬佩自己，很赞美自己。我说，好像我最近这行动力还挺强的。我前2天翻备忘录的时候还看到，其实我2022年的时候就在备忘录里面有写一些自己的感想吧，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是一个可以很有行动力的人，但是我在当时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说我来了一个 deadline， 或者是我有一个紧急要做的事情，我是可以很有行动力，然后我可以把它很快提前就做好，但是一旦我没有一个外部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外部催促我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内心是缺乏那个内驱力的。但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我跟早几年不一样的事情是，我自己做事情的内驱力更足了。朋友们也是不要着急吧，就是在成长的这条路上，真的好像他就是靠自己一个人慢慢摸索，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或者当我们对于生活本身，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经验，或者是外部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些经验，内心就会被更加的打开。那回到刚刚的工作坊，我现在好像真的就会觉得，我似乎知道什么叫做把每一个当下过好了。活在当下，它跟及时去享乐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所说的活在当下，是我知道目前来说最适配我内心状态的，我想要去做的行动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完全不带任何其他情绪的马上去着手做这件事情。然后它带给我的另外的一个体会是，因为我现在好像清楚要怎么完全的去活在当下了，我反而有了更多允许自己去放松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我可以什么都不做，而不去责备自己。就我整个人好像更加松了，在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愿意去做，但在我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状态是应该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这样做。当然，放松指的不是去看手机啊，或者是做一些也是非常被动的输入的事情，而是我自己 comfort list 我自己舒适清单上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也包括我去运动，就是做一些好像跟放松本身相违背的事情，但其实它是让我放松的。我很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前2周还在苏州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我是算是完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工作，也就是工作坊嘛，然后我还完成了几个就是商务视频的制作，所以我那几天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我就记得那天下午，我就是这么坐在床上，然后我看着窗外，我好像是完全的满足于我当下的那个无所事事的状态的。因为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下午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去工作，这样子好像不对，就这样子好像是显得我自己没有生产力，没有效率。但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下，我好像觉得我在真实的感受我现在在感受的，我有允许我这个情绪存在，而不是马上把我要去做事，我要去看书，我要去输入，我要去获得更多知识，而不是产生了这样的感受，然后努力想着说我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也没有。我觉得刚刚我说的所有的这些都归结于一点，就是我现在似乎真正体会到了当下的力量。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或者现在会不会在生活中总有一种
在自动驾驶的感觉。不管你在做什么，是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早上起来开始刷牙洗脸，我们似乎就是在像一个游戏角色一样，只是在被动的完成这些操作，但是我们的心好像跟我们的肢体是没有产生一个连接的，或者说我们的大脑，所以这就会导致一点，就是人的记忆力会变差。真的，我觉得没有觉知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去感受，现在我在做什么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忘记你刚刚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哪里了。其实我最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算我现在也在修习正念，我在修习说我要锻炼自己的觉知力，但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我刚刚把手机放在哪里了。但是当我是带着脑子去时时刻刻的感受到我手机在我的手上，或者是我刚刚因为要做某件事情把它放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可能会忘记你把手机放在哪里的。以前吧，在生活中很多时刻我都会在这样一个自动驾驶模式的状态下，不管是生活中日常的事物，还是说我在应对我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是在应对一个生活的挫折，一个困境，我自己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态，它也是一个自动驾驶模式，就是我会自动触发我的那个防御机制。可能在关系的沟通之中，我会马上变得非常防御，然后我会说出一些可能我自己知道不应该这么说，但我就是这么说了的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以及在我以前上班可能很累了，回到家里之后就会不自觉的打开小红书刷刷刷，或者我打开手机要做某件事情，然后打开了小红书，我就会整个忘记我刚刚要做什么。这些其实都是自动驾驶的模式，我们似乎会逃避自己真正要去做的事情，逃避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最近在播客里有没有跟大家说我开始游泳了，反正我是在可能某一个平台有跟大家说过，而且我是在冬天开始游泳。那我开始游泳的这个契机呢，其实也是我在我家里的附近发现了一个酒店的泳池，它特别好，它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好像，然后其实它那个游泳的价格不算贵，甚至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但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多了，我才想起说我去游泳吧。但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就有想过我要去游泳，但当时你就会一直觉得我可能要等到工作没有那么忙了，或者我要等到我买了一个新的泳衣，或者我要等到什么什么时候，就我们总会觉得要抵达某个终点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不管你现在是在租房子住也好，还是你是在一个你似乎还没有那么满意的工作岗位上也好，我们总会觉得这只是我租的房子而已，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东西，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这只是临时性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过当下的每一秒每一分钟的时候，这也都是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好像现在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不要去回望过去，也不要去焦虑未来，而是活在现在正在体验的这个当下。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 arrival fallacy， 目的地综合症，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觉得我们好像总要达到一个什么人生才开始，我才会去做下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但哪有那么多终点让你去达到？人生其实就是没有终点的旅程。也许我们自己会给自己设定很多个目标点，设定很多个我们所谓的终点，但是当我们把所有这些都抛开，只是去体验的时候，
我会发现只要达到了最满意的你心中的那个状态，那不管是不是终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处于一个状态很好的阶段，我甚至开始了每周的复盘，可能以前我只会在公众号上进行每个月的复盘，但是现在呢，因为我感觉是挺有掌控的，挺有把握的在做我现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想把它们都记录下来，然后去追踪我的生活，就是我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可以怎么样让下一周的生活变得更好。怎么说呢，这些东西看似会让我压力很大，就又是复盘，又是各种工具啊，又是我要怎么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这种所谓很鸡汤很成功学的东西。但是怎么办，我觉得它好像就是让我的状态变好了。其实提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不得不说的一本书就是《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这本书呢，我觉得是我自己会反反复复看的一本书。它其实是一本我在刚读的时候觉得有点难读的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偏灵性的，所以我觉得你得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自己的个人经验去读这本书。它绝对不是一个你读了一遍就能够马上跟它产生链接的书。我觉得这可能看每个人自己对禅修呀，对于灵性这种概念体会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挺棒的，就是对于我来说，让我达到了更加的，我觉得是知行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其实想分享我在这本书里做的几条读书笔记。那首先我跟大家读一下第一条，这一条他说的是关于抱怨。大家有发现吗？其实抱怨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我自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它就是一个让你无法安住于当下的一种消极的情绪，因为它是你自己对于事情本身的不接受，所以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书里面说你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所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通过采取行动或者是大声说出你的想法来改变这种情况，要么就要离开这一种情境，要么就接纳它，否则其他一切的行为都是疯狂的。抱怨和焦虑和内耗这种情绪它是很像的，就它是一种情绪。在《当下的力量》这本书里面，他说的是我们不要有思维，就是你不要反反复复的去思考，或者是用语言抱怨某件发生的你认为不好的事情，而是当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感受了 OK 就把它抛开，然后去行动。我自己现在甚至都会有意识的抛开我很多消极的被动的抱怨的语言，就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的抱怨是像我刚刚说的是自动驾驶模式，发生一个不好情况的时候，我好像就会脱口而出一句不太好的话，但其实我自己本身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出口，或者说出这句话之后它就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我就真正可以通过说这句话去发泄我的情绪，其实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口头禅。所以我现在会选择把这些东西都抛掉，因为我觉得这个语言本身它就会影响我的思维，所以宁可不要。所以说痛苦，要么你就离开这种痛苦，要么你就接纳它。英文中写的是 you change or you walk away，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想分享的第二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压力的产生是由于你在这里却想到那里去，或者你在当下却想去未来，这是一种让内在分裂的方式。你外在的旅程可能包含着上百万个步伐，
但你内在的旅程却只有一步，就是你现在正在行动的那一步。所以说，我们如何过好现在，就是如何在过好未来，因为是无数个现在组成了未来。我们如何度过今天这一天，就如何度过今后的每一天。我们总说复利效应，时间的复利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每天同样的时间，你选择刷10分钟的手机，或者是选择写10分钟的日记，日积月累，1年后、2年后、5年后，也许它能够给人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自己感受到时间的复利，其实是我做自媒体的这么多年，虽然中间我有过断更的时间，但是我好像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步调。所以我现在不管是做小红书也好，我做播客、做公众号，其实都是经验的累积，也都是我在筛选一批跟我处在同温层的观众也好、听众也好的机会。坚持真的很重要，但是坚持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但其实当我们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我应该把注意力花在哪里的时候，坚持就会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吧。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心态的改变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算在听完这一期播客之后，也还是会花一定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内心调频到这个状态，就是如何真正的去抓住当下。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到目前的这个状态的。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跟我接触正念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正念在英文中是 mindfulness，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带着觉知去生活，也就是在我刷牙的时候，我只是去感受刷牙；在我录播课的时候，我只是在感受我录播课的这个过程。当然，录播课的时候很难去做一些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只是去走路。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不会有千万个念头在同时发生，而只是专注于此刻当下在做的事情。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修习正念，一开始会比较难，所以你可以选择花每天10分钟的时间，只是坐在那里，打坐也好，然后冥想也好，去感受一下正念它究竟是什么。一开始就算你脑海中有很多个念头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修的就是不断的接纳这些念头，不是去抗拒它们，也不是去说我什么都不要想，而是不断的接纳它，然后再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某一个锚点上，可以是我自己的呼吸，或者是你脑海中的一个画面，什么都可以。那我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修习正念之后，我觉得我对于生活的感知力其实是更加丰富了。当我对生活的感知更加丰富的时候，其实我会更清楚我自己当下在做什么，以及我不想要做什么。其实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的脑海中不会有更多别的杂念，或者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评判，他人对我的评判，这些都不会有，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这些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会选择去行动，而不是去瞎想。对于生活更加细腻敏感之后呢，其实对于我自己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益处的，所以我非常享受，非常感谢正念生活的这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之后一直会坚持下去的。我觉得第二点是我在做自由职业之后，其实我的日程没有那么忙，所以我有了更多探索自己和了解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找那么
就算是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静下来去跟自己对话。我现在是真的会跟自己对话，不是假的，就是我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也会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跟自我对话的感觉特别奇妙，有点微妙。以前我可能只是站在一个，我想想，不会站在第二人称的视角去跟自己对话，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第三人称的视角，但是现在我会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去跟自己对话，然后去感受自己现在在想什么，然后我究竟人生的愿景是怎么样的。因为可能我今年不是做了那个我自己的 vision board， 我的愿景板嘛，对我想要实现的生活有了一个更加具象化的想法之后，其实是更加有动力的。然后因为我也更加了解自己了，所以我会想说今天我要做什么让自己的状态更加好。我觉得这都是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的过程，因为有了这一些，所以我有了更强的内驱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大家提的第一点方法，每天找一段可能是留白的时间，刻意的留白，去感受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去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至少从职业层面也好，或者是从生活层面也好，我最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或者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样子我们会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愿景。第二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更加了解自己了，所以生活中的每一个板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比以前更加了解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解决了生活中这些可能随时会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麻烦之后，那我自己也会更加把心力放在我觉得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发展我自己上面。还有一点就是生活中遇到问题有一个支持网络也特别重要。支持网络不仅仅是别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信任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有解决问题的工具、方法和资源，有支持你的伴侣，支持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其实我最近有发生一件让我自己不太开心的事情，但我也有从这件事情之中复盘之后有获得一些体会吧。就是可能最近我在剪辑商务视频，然后再跟对方对接的过程之中，其实出现了很多沟通上的问题，导致这个合作进行得很困难，有一种举步维艰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作为要发布视频的这个博主，其实我相对来说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是我要推广一个产品，视频做得怎么样，包括我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个产品，一方面我想要符合我自己的喜好，一方面我要达到对方的要求。那就在这个反反复复的磨合的过程之中，其实我真的消耗了我很多的心力，以及我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就是抱怨的情绪。我刚刚说的不应该有的这些情绪肯定是难以控制的，但是我现在会更多的有一段止的时间，也就是我会可能给自己那么1分钟、30秒、1分钟的时间，我会停下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感知力，就是我对于我现在在做什么的一个体会。好像我现在抱怨也没有用，我去发一些很激烈的措辞，然后去指责对方也没有用。我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我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这样让我也开心，让品牌方也开心。所以我最终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那这个时候发泄情绪，我觉得是最没有必要的事情。当然
可能因为沟通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就你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沟通方式，然后对方是谁，可能适当的时候得运用一些沟通的技巧也好，智慧也好，但是我觉得单纯的去发牢骚、去抱怨、去责骂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很快其实调节好了我的情绪，虽然在当下，因为这个合作它可能进行了很多天的时间，我会有那种情绪有点跌宕起伏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更加清楚的知道我要如何面对这一类问题了，其实也是帮我自己积累经验吧，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说，因为在我自己作为可能内容创作者的这个身份之中，已经比较熟悉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以及一般来说品牌方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其实就是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了解你的工作，然后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有经验了，会更加成熟的去应对了。所以我会愿意去解决困难，而不是一味的拖延。OK， 这是第二点。为自己构建一个支持网络，然后了解自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其实在我们推进后续的行动之中，其实是扫除了很多障碍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建立生活中的仪式感也挺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以前没有体会到，但是现在觉得好像就得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哄一哄自己。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域之中，我就会很有创作的动力，然后我就很想要去做事情，给自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我记得我之前在看《原子习惯》的时候，应该是这本书吧，他就说要怎么样构建好的习惯，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就一门心思的用心的去工作，其实就是只是把桌子当做自己工作的地方，只是把沙发当做自己休闲的地方，然后只是把床当做自己睡觉的地方，不要把所有的地方都混在一起去做各种事情，因为这样子就会很混乱。那么建立仪式感，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不管是我们环境中的仪式感，还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内心的仪式感，我觉得当我们有了这些让自己舒适的内心的空间，或者是物理的空间，那对于推进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也是会很有帮助的。好啦，跟大家碎碎念了这么久，我也不知道大家对于活在当下，对，其实说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说的不就是活在当下吗？就是要如何在当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陷入到某种消极情绪的漩涡之中，然后感觉自己被卡住，很难去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大家有什么体会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